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的朋友，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您的观点与看法，跟我们互动一下。好，来欢迎今天的3位来宾。首先是前大使、资深外交官纪文基大使，何荣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另外是文化大学新闻系教授庄卜仲老师，很高兴来到这里。还有政大国发所助理教授黄安雅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好，首先来看一个令人震撼的消息啊，在画面上您所看到，左边这边特别点到了《亚洲时报》（Asia Times） 他们最新的一个报道，说台湾跟新加坡呢，在1975年所签署的星光计划双边防务协议，新加坡方面呢可能会以撤军作为警告，要求台湾不要再进一步的挑衅中国，并且可能加速将驻台训练的部队转到像汶莱或澳洲这些更安全的地点。好，这个星光计划其实是在1975年4月啊，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当时中华民国的行政院院长蒋经国签署了一项绝密的军事交流合作计划，也就是星光计划。那就是让新加坡的武装部队在这个星光演习的代号之下，到中华民国到台湾这边来进行军事训练。2003年之前呢，每年大概都有好几万人在台湾接受军事相关的训练。在2003年啊，因为当时的 SARS 的疫情，后来呢迁移到澳洲受训之后，每年就只剩下大约3000人左右。星光计划这个双边的防务协议合作之下呢，现在虽然说每一年大概只剩下3000名，但是呢，这样的人数啊，就是新加坡武装部队的人员轮替驻扎在台湾，以这种人数来说呢，没有其他的国家在台湾的驻军规模要比新加坡还要来得大。国防院战略资源所的所长苏子云对于这个报道呢，那媒体也问到他分析说呢，新加坡这次的动作可能是在试探台湾的底线。那外传这项调整呢，是跟新加坡的现任总理黄循财的态度有关呢。好，我先请教大使啊，这个苏子云所长说要测试底线，那测试什么底线呢？对，这个就跟这个报道它的原始的来源有关了，因为这个报道出现在这个亚洲周刊上面啊，它是一个读者投书啦。那可是这个投书的人他自己注明是一个新加坡的军人，那从他的名字看起来，他比较像是不一样，他不是用中文的名字啦啊。那他这个里面他的解释哈。说为什么新加坡很可能把这个星光计划停下来啊？原因他提了那么3点。对，那第一点就是说，原因是台湾持续展现亲独的立场，那新加坡恐难以再维持中立地位，不排除调整既有政策。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由于两岸万一因为现在的关系比较紧张，万一发生了这个军事的冲突的时候那新加坡有大批的这些一定数目的军人，如果当时在台湾的话，可能会让新加坡处于一个很这个困窘甚至很尴尬的局面。所以呢，这个是这个投书人的原始的这个动机啦。他讲为什么会停止的原因。那当然，这一篇就在台北就引起了震撼，所以那个苏子云他就接受记者访问，他说这个是试探我们的测试底线，试探台湾的底线啦。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在测试什么底线，其实新加坡跟台湾的关系一向都非常好。对，当时50年前会有这个星光计划，事实上就已经展现台湾跟新加坡的特别的关系。那当然，这个关系当时发生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最初的原因是因为李光耀跟当时的蒋经国先生的私交非常好。是，那个时候常常在台北有人传闻说，在台北看到李光耀，在街头上，那就李光耀当时在台湾来，他当然不是用正式的这个访问的方式，他在台湾的出现的频率还蛮高的。那在这个50年当中，其实新加坡跟台湾的关系可能就是用一种国际关系上常用的一个名词，是属于蛮特殊的一个关系，因为军事关系是非常敏感的，非常敏感的。那新加坡它本身地狭人稠它没有训练基地、军人的场地，所以那个时候就李光耀就跟这个
蒋经国先生提这件事，那蒋经国先生就慨然就说，那可以用台湾的这个地方，因为台湾军事基地从来在非常的多，那它不主要都在屏东一带啦，当然就是说在这个湖口这个我们坦克基地那边也有人。所以在过去50年里面，我们台湾南部乡亲很多都很熟悉这一支在台湾受训的这个新加坡的星光部队。星光部队。那我前一阵还去了一趟新加坡，我在跟新加坡民众在有接触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他们都去过台湾，年轻的时候去过台湾。为什么？他说他们那时候都是在台湾受军训，所以对台湾有一个非常深厚的感情。所以那些新加坡朋友一听说我台湾来的，都对我很亲切。那所以这个就变成就是说，这是一个很特殊关系。那现在的原因，我想就跟这位投书的人的想法一样。1975年就开始展开相关的合作，算一算大概也超过50年，超过50年，半个世纪啊。如果真的如这个报道所说，考虑要撤出的话，它对台湾的影响会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新加坡跟我们这个关系是这么密切啊。我觉得这在双边关系上不会有什么冲击啦，不会说造成我们跟新加坡关系之间的一个危机或怎么样。倒是我觉得他做出这个决定后面的考量是给台湾的一个警讯，也就是从新加坡他这个第三者的角度来看，两岸关系事实上是越来越危险，对，越来越危险。而且他后面的一个原因也是怕将来两岸就是说进入到战争的状况的时候，新加坡还有一个部队在台湾这对他那么是一个很严峻的一个挑战。是。那另外一方面就变成他也提到，现在台湾政府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所谓的认同跟这个政策的一个指向他也认为会让新加坡过去在两岸之间维持中立，那么甚至他对台湾的这个看法会造成很严重的这个冲突。那这也是我觉得，如果这件事情很不幸，它变成一个事实的话，我觉得给台湾是很大一个警讯。大使点到的重点就是新加坡向来在两岸之间，其实它扮演一个非常算吃重的，或是说关键的一个角色因为大家还记得吗？2015年11月7号，马英九和习近平两人呢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会面。当时马英九是专程飞到新加坡，那习近平呢是在结束了到越南跟新加坡的国事访问以后呢，才跟马英九来会面。双方在这场会面上呢，是以台湾领导人与大陆领导人的这个身份来见面，而且彼此呢是以先生互相称呼对方。当时林显龙在脸书上还贴出了跟马英九喝茶的照片他说难得有机会跟老朋友马英九喝茶叙旧，希望会议的成果能够为区域带来稳定和和平。不过现在我们知道主政现在的总理是黄循财黄循财当然面对就是新的两岸关系，现在大不如前的两岸关系，黄循财会如何在其中站在新加坡的利益去考量那找到一个对中跟对台的新模式呢？庄老师，是我先帮大家温故知新一下诚如刚刚荣哥所介绍马习会点点滴滴，其实我想两位来宾也知道，2004年的时候，我们跟新加坡还有这个外交部长还有口角的冲突记不记得当时我们的陈水扁总统任内的外交部长陈唐山形容新加坡是一个比屎大的一个国家，的确，因为它只有735平方公里而已那当时为什么没事讲这句话呢？因为当时他们的外交部长杨荣文在联合国会员大会发言的时候，批评台湾政府的台独倾向政策，会帮区带不安。那隔天呢，我们的外交部长 Mark Chen 陈唐山就回应说，这个比屎大的国家竟然敢在联合国耀武扬威批评台湾，甚至讲出更不堪入耳的一句话，说这个像是在捧这个中国的生殖器官那当时的事情闹很大，对，是逢迎拍马的奉承行为。那当然，后来杨荣文部长也讲说，新加坡对台的政策是世界各国都知道的，而且呢，这个台独会带来危险，不是你讲这些情绪话就可以化解我们疑虑。当然，事过境迁，现在20个年头过去了那黄循财现在是这个总理那特别介绍他是目前53岁，是当打之年，而且还兼任财政部长，还有人民行动党的秘书长，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华裔政治人物那过往呢，大家都把他评为说他是李龟黄水李显龙的这个规矩，黄循财照常这个
follow 依循。对，那当然呢，过往跟台湾有2次的不愉快的记录，特别可以把它跟大家报告一下。第一点呢，他曾经说，这个如果台湾不搞台独，中共不可能单方面贸然行动，被我们政府批评为误导舆论哈。那把这个区域和平单方归责在台湾身上。此外呢，他在跟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之后，记者会也声明，拥护一中政策，而且坚决不违背。那所谓一中政策，大家都知道嘛，世界只有一个中国，然后呢，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是，因此，既是如此的话呢，我们认为未来应该还是继续奉行一中政策，但是呢，对台湾还是政经分离，也就是政治归政治，但维持经济文化的一个密切结合。特别要说，他这边讲老朋友应该是政治人物之间的司仪啦，因为马英九总统任内，这个李光耀前总理过世，当时马英九总统的专机还飞到新加坡吊唁，虽然很低调不张扬，双方都不张扬，但是还是用国家元首规格来接待他，所以是政治人物司仪。至于新朋友不可能，因为北京政权早在1991年就跟新加坡建交了，所以这应该是这个我们一般人的这个理解而已了哈，不代表国家政策。对，新加坡在两岸之间呢，一直在拿捏这个彼此互动的一个模式，还有就是说彼此之间应该怎么样去进行互动啊。当然夹在两岸中间，也不断在去厘清自己在当中的角色。曾经担任过政大国发所教授，现在是驻新加坡代表的童振源，他就指出呢，在对美关税上，其实新加坡这次也被美国课了10%的基础关税哈。那新加坡政府呢，就在这之后呢，迅速成立了新加坡经济韧性工作小组，推出了最高可以获得10万新币的企业应变补助金，鼓励企业呢以调整岗位还有技能提升来取代裁员。2025年去年的5月，新加坡也和欧盟签署了数位贸易协议，在新兴产业领域呢加快制度的建构。那有一位这个院长叫廖振阳，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院长。他说，小国生存之道之一，就是让大国意识到，强迫小国屈服所付出的代价将超过这个大国获得的利益。所以，安耀老师观察新加坡这几年在刚刚提到是两岸，其实呢更应该拉高层次去看，在中美的博弈下，新加坡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啊？就地缘政治的战略调整上，你觉得新加坡有哪些是值得这个各国不只是台湾借鉴的呢？这个国际现实下哈，就大国要能容忍小国，小国要能体谅大国。那过去诚如您所说的，新加坡是在美中博弈之间取得一个战略平衡，那它可以享受中国带动的区域的经济的利益，也享受了在这个美中贸易战，因为国际化程度高，有好的 infrastructure， 对，享受到国际红利哈。那它的风险是什么？在美日同盟下，新加坡递了一个投名状，失去了亚洲瑞士中立国的一个地位。那如果你失去了一个中立国的战略地位以后，你就没有在美中博弈下所谓的中立国的一个价值溢酬。那美中博弈永远会留下一些口子，比方说马来西亚、印尼，他会去抢新加坡的运输的地位，而阿拉伯世界里面的杜拜，他会去想要瓜分一些金融红利，甚至像越南。因为美中对越南都有欠下一些人情债，或许它中立国的价值溢酬可能会更高。对，而失去了中立国地位的新加坡，它的代价是会大于它的利益。OK， 等一下回来呢，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啊，刚刚提到了在美中博弈下，其实汇率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最近就看到了，时隔32个月，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中间价再次突破了7.0的关卡。这件事情怎么观察？马上回来。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好，回到节目来关心最新的人民币走势啊。最近看到中国大陆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最新公布了23号这个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是1美元兑换人民币6.9929元，调升了90个基点。这也是时隔大约32个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呢再次突破了7.0。
中金公司研究部首席策略分析师叫缪延亮，他认为人民币呢当前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还比较小，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储备地位存在的历史新机遇。而这个《金融时报》也分析说，2025年呢，中国大陆经常账的盈余可能会创出历史新高，这个对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支撑力道。比较大规模的中国大陆经常账这个账户盈余呢，渴望能够继续提振2026年的人民币汇率啊。所以西方媒体之前也曾经预言过，说2026人民币将会有强烈的支撑力道。这是不是就等于宣告了美国之前不管怎么样技术的关税也好，地缘政治的打压呢，都影响不了人民币的走势？安阳老师，你觉得？第一个，人民币会走升哈。在这个美国关税新世界的一个架构下哈，它有2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当然是让美国的制造业复兴，第二个目的就是美国还是最终要平衡它的这个贸易哈。那所以关税只是第一步。第二步的话是美元会贬值，但是不影响美元准备货币的一个国际的地位哈。那我们再看中国，它在“15+5”计划里面最重要的是内需，并不是外销。为什么？因为目前民间 consumption 占 GDP 的比例是40%，一个已开发的国家大概是60%左右，所以它有很大的空间要把消费要带上来。那人民币升值符合这个原则。然后也符合人民币国际化哈这个大架构。那另外在美洲贸易战里头，因为加了关税以后，还有在美国投资以后，美国会有一些通膨，但是中国因为产能过剩，它反而因为降本增效，它反而有一些通缩。那我们也知道说 ，Fed 它新的 chair 会用各种不同的说法，会把息会降下去。它为了要降息，它必须要做所谓的 QT， 就是 QE 的倒反。那这个会回到什么状况呢？要回到美国需要发超长债公债，请中国来认养，要回到以前过去的关系，就是说美国开始会需要中国来仰赖，买它的公债，因为自己的 Fed 不能去做那个角色了。那这个是回到20年前的2个人的关系，就是说美国金融风暴以后，美国发现自己可以发债。自己可以买债，我不需要中国。对，可是它会回到20年前以前的关系，所以也就是说，人民币必须要走升，才会去比较划算买美国的公债。所以长期来看，我认为人民币会走升到6，那人民币的这个购买力会更强。OK， 所以您刚刚特别提到，是尤其在2026要观察重点就在于中国大陆会全力的拉抬它的内需市场，这个部分是毋庸置疑的。应该正确来说，未来5年，这是一个大方向、大趋势。OK， 整个大趋势。然后未来5年的大趋势，就亚洲的货币相对于美元会升值。OK， 中国大陆不断在拉抬自己的经济力道，这次也听到在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面，中国大陆国务院的副总理主管经济的这个何立峰，在演说当中，他也再次的重申，他说大陆会继续的对外开放。表示呢，中国大陆不仅愿意作为世界工厂，更愿意成为世界的市场。但何立峰也说在很多状况之下，其实是中国想买，但对方不愿意卖意有所指的是什么呢？令人吃惊的是呢，这个美国财长 Bessent 最近也透露，他说中方呢已经履行了购买大豆的承诺，而美方期待中方在2026年购买大约要2500万吨的大豆。Bason 也表示，中方的稀土金属供应按照预期进行中，交付率90%以上，这相当令人满意。好，现在看起来好像开年才第1个月，那么大豆稀土的问题似乎是摆平了，真的是如此吗？中美双方现在在形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氛围我们怎么观察？是因为达沃斯论坛一般国内媒体会翻译成世界经济论坛，只不过因为在瑞士的滑雪圣地达沃斯举行，所以也有会称为达沃斯论坛。那么我们从中美2国的这个高阶官对来看，基本上还是抱持友善态度了哈。不过我们会综合媒体的报道，会把它归为外交辞令，因为不要忘了4月前后会有川习会，总是要营造一个友好的氛围来铺陈未来的川习会。那特别是里面提到说有2点，刚刚荣友特别提到，这个美方需要中方这个履行大豆买卖的契约，好，那特别要跟观众朋友报告，就是说2025年的配额是1200万吨，好，那希望2026达到2500万吨嘛。那经我查核呢，最盛期是4000万吨，所以即便如此，
离巅峰时期还是有一段距离。对。那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同时也是最大的进口国。那美国的大豆呢，光中国就吃掉了大概将近1/4。不过中国这些年来做一个风险的管控，多元的进口，包含阿根廷、巴西都有进来，所以这一点必须这样解读，也就是说达标，但是呢没有达到过往的巅峰。那此外呢，稀土方面呢，虽然现况来看也有履行承诺的交付，但是呢，未来会不会如此？会不会变成另外一种卡脖子的手段，变成中国的一个杀手锏？这有待进一步观察。那我们特别强调就是说，这个何立峰讲到说，中国想买，对方不愿意卖。其实前面他还讲一句话了，中国不会刻意营造贸易顺差。那2025年的中国贸易顺差达到1万亿美元。那1980年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还贸易逆差10亿美元呢。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主要是中国制啊，Made in China的东西价廉物美，很多国家用得很高兴。是。好，那但是呢，又担心出口高阶的这个物品，这个让中国呢获得更强壮的一个工业基础。那什么东西美国不想出口到中国呢？第一个，这个像艾斯摩尔这些光刻机等等啊，这些美欧诸国不想卖。再来就是半导体的先进制程，还有航太科技的这些发动机，比如说中国商飞 C919就因为被卡脖子居不想输入发动机，让它出货大为减少。我想这个地方都可以值得再观察。对，2026开年才1个月哈，已经快要结束了。那看起来这第1个月似乎是有稍微缓和，因为今年对于美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因为美国知道，大家知道今年有非常重要的其中选举哈。那大使又是怎么看着2026开年是中美双方在经济上面交手的这个起手式？起手式应该算是还是一个握手言和的一个状态了。那而且是双方尽力在维持各种的这种矛盾中间的一个平衡。那当然就是说，2025年10月在吉隆坡的上一轮的经贸谈判，双方已经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成果。那这一次何立峰跟这个贝森特见面其实就在 compare note， 就是说大家对于彼此承诺事项实践的情况如何？那甚至有人就比较乐观说，可能2、3月第6轮的中美经贸磋商可能还会举行，以便在为4月川普到中国大陆访问奠定一个平衡和缓甚至有这个正面迹象的一个两国关系，把毯子先铺平一点。铺平那当然就是说，今年美国是大选年，所以它比较容易受到这个经济情势的影响。那这个不是大选，就是期中选举，也算是重要选举那它必须在经济上维持能够好。如果不能够有斩获的，也要维持一个平衡。那这个中间，中国大陆扮演很大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尤其在农产品还有这些产业界上面中国大陆抓了2个很重要的牌，一个就是农产品采购，另外一个就是稀土的供应的这种顺畅。所以这2个牌让川普看到了威胁，也看到了机会。那如果中国大陆在这个农产品方面给予美国比较多的这些采购，对川普的选情是有帮助的。所以整个2026年开始我觉得美国考量的就是川普的今年2026的期中选举，还有他4月份要去中国大陆访问的那个气氛的营造。对，所以算是很乐观，很乐观。那中国大陆今年的可能就是15-5的开年，那也会集中在经济上面。所以双方在经济上我觉得还是中国大陆一句老话比较接近事实，就合则两利。对，斗则俱伤。那所以如果有人期望今年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关系是动荡的话那么各方面是冲突大于妥协的话，那我想这样子的想法人一定会失望。对，确实这个对于中美两强来说，今年如果还是像去年2025要斗得这么凶的话，其实对双方都不太好。那当然，这个美国波士顿顾问公司在这个时候也提出了他们的一个观察，说各国未来在贸易领域方面的去美化值得大家来进一步的探究。那这个去美化呢，使得美国到2034年在全球商品贸易中的占比可能从12%降到9%。德意志银行全球货币研究的主管叫做 George Saravoulos， 他就分析呢，他说欧洲拥有格陵兰，也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
那欧洲国家持有大约8兆美元的美国国债跟股票，是世界其他地区总和的2倍。当然，这个因素呢也被认为这次川普呢在格陵兰议题上面，本来说要课欧洲200%的税，关税哈，但是后来又塔口的这个原因啊，这个其中之一就是因为欧洲很多国家拥有大量美债。好，所以外国所持有的庞大美债，真的就是美国现在非常膈应的软肋吗？潘老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我们提到所谓的稳定币哈，就是有所谓的 USDC，它是在美国境内，银行跟信用卡它都会跟它接轨，它受美国政府接管。那 USDT 呢，它是在美国境外，它可能是跨境也好，黑市也好，它是非美国监管。那因为 USDC 跟 USDT 它会越来越普及，它会让美元的使用率增加，而它又是 link 美债。所以它反而是有一个民主化的过程，就让以前是央行机构在买美国公债，变成世界的人民会去拥有一个美国公债，反而让这世界从以前的黄金美元是为了储存，石油美元是为了采购，到现在的数位美元让它普及化。那美国呢是全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也是全世界最强的军事国，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发生过的。那过去美国是发美债，拿外国人的储蓄维持美国人的购买力，它是一个贸易赤字。现在美国开始课关税，还是拿外国人的储蓄到美国来设工厂投资，然后呢，再让美国的商品可以卖到全世界，它是个贸易红字。所以它为了要平衡贸易，最后美元还会做一个贬值，但不影响它准备货币的国际的地位。所以说，这比较有趣的地方是，借美元的人他反而很开心，因为他还的钱变少了。那有美元资产的人也很开心，因为在美元计价中，你反而升值了。是我进一步追问您，就是说，因为美债的这个风险，就是担心美债的疑虑，包括刚刚提到了受制于人啊，美国一直在推动，就是希望把稳定币然后纳入在未来的全球金融体系，这个部分的理想算盘有可能实现吗？对，第一个它已经在发生了，就是说，因为稳定币在美国境内，因为它的交易成本相对于传统的 SWIFT 这种系统，对，它成本太低了，所以说它在境内已经在发生这个事情，境外也在发生中，也是一样的一个逻辑性，所以就是它用普遍性维持美元的流动性，那反而从美国角度来讲，以前你还要买印钞机，还要买纸，还要把它印出来，一张100块美元的成本是1块钱美金。现在的成本更低了。对，所以其实说穿了就是美国的如意算盘，就是希望维持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场，特别是在货币当中的霸权地位，数百年如一日。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欢迎回到环宇全世界。Bloomberg 最近引述了知情人士的消息啊，那报道告诉大家说，中国大陆官员已经通知阿里巴巴这些科技巨头呢，可以着手准备 NVIDIA 辉达人工智能的晶片 H200的订单这些相关的事项了。那显示出呢，北京当局正在准备要正式批准 H200的进口，而知情人士也表示呢，中方监管机构最近已经原则上批准了阿里巴巴、还有腾讯控股以及字节跳动进入下一阶段的采购准备。这个消息出炉，正好这2天我们看到了黄仁勋他在23号到了上海，要去参加这个上海这边分公司的尾牙。那在2026年初呢，黄仁勋的访华就给了员工一个红包。那这是不是也正好是 AI 晶片 H200出口到中国大陆的关键时期呢？好，最近看到其实有一个新敌人学也就是说中美之间彼此是互斗，这个架构是不变的，但是他们也彼此非常需要对方，所以这个新敌人学呢，就是在新的领域跟敌人合作，一起来降低风险，尤其是中方的新科技实力，比如说像接下来大家要发展的 AI 机器人这些实力复杂度之高，很难只靠美国或中国自己就完全发展出来，必须要拉近全球的供应链才有办法生存我们怎么看这个现实的问题，庄老师？
这个 H200是所谓的高阶的绘图晶片哈，那主要用在目前的大语言模型的训练，还有 AI 伺服器的运作。那我刚趁空档赶快查了一下，单片的新台币报价介于100万到150万之间。那一台伺服器1G 8卡就大概台币1000万的哈。那当然它只是一个主流，还不是最高阶的，还有 V200大概售价1.5倍 ，V300售价大概2倍。那更高阶的这个 GB200售价将近10倍。那么刚荣哥提到说海关挡不挡，其实我认为挡不挡不是重点哈，因为媒体都把它聚焦在挡不挡嘛。事实上，过往的确发生过海关卡住不让它进口，但是呢，能够如果真的不挡的话，更重要的是能够同意它有多少配额进来。是，而且第二点呢，是哪些厂商可以采购。那如同刚刚荣哥跟大家说明的，包含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嘛。如果说它进来的量很少，也只有这3家公司可以上，其实意义不大。所以有在后来的这个配额跟厂商。那值得一提是，刚刚荣哥也提到说新敌人学，也就是说讲白话一点，中国需要美国，美国需要中国。那早在1980年代，当时美国就有一派的学者，但现在还是有，只是不是主流，强调美国要把先进的军事武器卖给中国，不止 F16、F14、F15要卖。为什么呢？一方面建立中国的依赖性，二方面呢可以知道中国到底在搞什么。进展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搞不好还有一个留后门，随时会来反将一军。所以看待这个晶片产业，市场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对，其实说要开放 H200也不是全开放啊，它还是针对特定的几个重点的科技巨头，那请大家来着手进行下一阶段的这个放关的程序。那胡润研究所和研究院呢就发布了这个2025胡润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50强 AI 晶片企业呢，其中看到寒武纪是以6300亿人民币的价值，现在排在榜首，比去年成长达了165%。寒武纪是在2020年在 A 股上市，2025年上半年实现营收是28.8亿元，成长幅度高达43倍。紧跟在寒武纪之后的呢是3100亿的这个摩尔县城，还有2500亿的木犀。这2家科技公司呢，也都是在2020年成立，而它专注在高端的 GPU 研发。所以拉回到刚刚提到的 H200，这次渴望部分放行到中国大陆啊，当然这个北京给黄仁勋开了绿灯啊，但是背后一定有非常慎重的一个考量，这个考量会是什么呢？安阳老师，陈如刚才庄老师讲的哈，就是说事实上北京这很聪明哦，就是说开放 H200，事实上是让 NVIDIA 把2024年的库存销光，帮 NVIDIA 解套。NVIDIA 现在是 GB300，马上这个 Rubin 就要出来哈。那过去中国厂商他只能买阉割的 H800、H20哈，阉割再阉割的版本。那所以说他根本没办法从正常管道买到 H200，但是现在他可以买到 H200，已经是2个世代以前的东西的时候，他反而可以用比较低的价钱，不会被这个压榨的方式拿到。而这个比较有趣的一件事情，就美国现在还在做所谓的大语言模型，就所谓的 Super Intelligence。它是一个有钱人的游戏，就花1倍的钱买增加10%效率最先进的芯片哈，然后这些 CSP 厂商再发 AI 债哈，然后呢拿 AI 债去买芯片，然后再拿投资换订单哈，然后现在再用不断压榨上游的这些 AI server 的供应商，要求放账到1年。那以前呢，虽然台湾这些毛3到4可回款很快。现在这些 ODM 虽然毛利高，可是你收款很慢，再回来跟本国银行谈这个 AI factoring， 那全部被这个 Super Intelligence， 也就是白雪公主里面那个魔镜的 LLM 的诞生绑架了。那中国因为没芯片，只能靠这个数学演算法，直接面对市场，边试边调做 inference， 先赚钱再说。那然后呢，再用开源式的 LLM， 所以未来等美国这些 AI 大语言模型算完以后，中国早就从消费行为大数据里面直接调完产品，用不收钱的代价做消费 AI， 直接跟 PK 美国的这些 AI 大神下面的产品，非常有趣。对，因为接下来在可预见的未来，马上要来 PK 的、要竞争的，就是包括提到了人工智能 AI， 还有包括像是机器人等相关的高科技领域哈。那所以从一个大战略来看哈，当然黄仁勋只是其中一部分啊。北京要怎么样去应付黄仁勋这个 AI 霸主？你觉得接下来的一些简单的一些做法呢？第一个就是说，现在因为
是这样的一个架构，就逼着国内的厂商他有机会可以去卖他的产品。对。可是这个半导体现在已经违反了摩尔定律，所以包括台积电在内，它每一个新的制程推，它是用更大的代价创造一个不像以前一样的产品，也就是说，你用1倍的代价创造10%增加的效率，所以所有人都被绑架，跟以前不一样。而硬体的另外一端是软体，它是一个数学的演算法等等。当你是穷人，你没有富人的权利的时候，你只能用更聪明的方法、更取巧的方式来做。可当你开源式打开的时候，可以让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一起来调这个产品。所以前面是一个推论的大语言模型，另外一个是我直接在市场上来试，这是2个不同的一个差别。对，其实黄仁勋最近真的是马不停蹄啊！大家包括这个礼拜达沃斯论坛，你看到他也去了，然后特别提到了这个 AI 的大未来哈，勾勒出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景。那当然，这个我们提到说 H200这次终于部分放行到中国大陆哈，这个潜在订单其实蛮强的，包括23号我们看到台积电、ADR 还有辉达、超微这些半导体的股盘在就说这些相关的股票哈，盘前全面应声大涨。黄仁勋先前也曾经说过，光是 AI 晶片部门未来几年就可能会创造500亿美元的收入。台湾这边《工商时报》有分析说呢，黄仁勋呢接下来呢他会在北京，因为他也要去北京的分公司参加这个年终的尾牙，而且可能会跟潜在的买家会面。他们要讨论的是最近美国批准的出口的辉达晶片供应到市场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物流上的难题，要怎么解决？好，那在达沃斯论坛上呢，黄仁勋也特别提到他是用形容5层蛋糕来形容这个 AI 产业。他说这5层蛋糕包括了能源、晶片、云端、AI 模型，还有最上层的应用层。他特别强调一件事情 ，AI 没有泡沫化的问题啊，所以真的是引发了产业革命吗？在 AI 这个大战场当中，大使觉得中美要如何善用我们刚刚讲说新敌人学如何善用对方就是这个敌人的优势，取得自己领先跟胜出的机会？这个当然是一个理论，我认为是蛮难实现的因为这个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啊？对，你的成功就是我的失败对，我的失败就是你的成功，尤其在商业的竞争下嘛。那这次黄仁勋的这个 H200能够最后进入到中国大陆，我想中国大陆开放是个原则，管制还是有很多手法的。那最大的原则就是不要让这个 H200妨碍了中国自主的这个AI 晶片的发展。因为刚刚讲到中国不管是这个华为或寒武纪那还有这个几家这些新兴的产业都很有希望。对。那当然他们在技术上这个还是受制于美国科技的限制啦。不过在他的这个创意甚至生产上都有很多突破。那大陆一开始可以就是说一开始对 H200没有采取一个好像非常高兴的方式就开门欢迎这也是中国大陆在 AI 方面已经有相当足的底气，才会有这种态度跟做法了。那当然就 AI 的未来，那当然是我看了有些报道，他说 AI 的未来就是人类的未来。它带的是不只是产业，是所有方方面面的一个怎么讲呢？一个革命性的这种挑战跟机会。对。那这一方面，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它的5层能够带动能源晶片这是必然的。就是 AI 本身会改变很多这些人类社会，光从人类本身智能产生出来的一种 capacity， 一种能量。那这个工具，甚至有人怀疑到它最后发展最后会取代了人本身智能的那个能量。那就变成就是说它会非常非常的不受控的话，所以现在很多人在讲怎么样来管制。那你要放到这个，比如说啦，这个现在的 AI 它变成它有自我思考、自我判断，那甚至有这个所谓的生成的能力嘛，这个大家基本上是。那你要放到武器上面的话，那就很恐怖了。这个 AI 它可能就是说到了战场上它是不见得受到你这个后面的后台的影响，它有自动的一种防卫跟攻击能力。那光这一点，你就想将来的战争万一那么这个整个过程失控的话，那会什么一个场景？那这种毁灭性的力量，
那其他部分更不要算了，因为它的那个取代人力的啊，尤其这种重复性的或这种机械性的操作的时候啊，它取代人力的人力的这种能量太大。是，就跟有人说以前那个像那个这个电脑这个一些软体出现以后啊，这个很多人就失业了。只是电脑软体而已。那现在这个 AI 的话，它事实上在这种甚至在这种工业绘图啊，甚至在电脑程式的设计啊这些部分呢，都有很大的能量，对，可以超过10个人甚至20个人的工作量，所以就变成造成这个社会上很大的冲击，对人力的取代。当然黄仁勋对这些部分他的讲法，我也不认为完全具说服力啊。他说需要创意的不是那么重复性机械性的工作，还是有很多机会啊。他认为水电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机会还在，可这个他有一点避重就轻啊。不过我觉得就是说 AI 是没有办法停止的，就是整体的大趋势是如此啊。对，它最后的发展是人类给自己造出来的一个危机呢，还是人类为自己这个开拓了一个新的一个乐土的话，是，我觉得这个没有人现在有办法下定论。对，不过就变成说所有工具到最后呢，它都是两面性的。我们人类做了很多傻事，比如说我们的科学发展到现在，我们已经发展到可以毁灭自己生存地球的能力了，像核武嘛，就是核武。对，所以呢，我也不会那么乐观说 AI 就一定是那么给人类带来福祉。我认为最后还是看我们自己人类的这种道德的，而不是我们的智慧。就要看对人性你是抱持比较正面还是比较负面的一个这个观察。那黄仁勋当然现在赚钱赚得很凶啦，所以他不会讲 AI 什么负面的东西。我真的是必须要提醒，就是这真的是两面人的问题一定有正也有反。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寰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欢迎回来。美国总统川普这个礼拜在空军1号上面，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表示说，在4月份他会如期的访问中国大陆，而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也预计在2026今年年底回访美国。川普并且强调，他还是那句老话，他说：“我与习近平主席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好，美国政治新闻网 Politico 也报道说，美国财长贝森的强调呢，川普跟习近平今年渴望见面的机会有4次之多，这个美中关系呢已经达到非常良好的平衡，双方的分歧不太可能像去年那样演变成全面的经济冲突。毕竟今年对美国来说不仅是建国250周年，非常重要的一年，而且呢，今年美国刚才我们也点到了要期中选举，这个选举的结果对于川普的执政其实影响还蛮大的。好，所以现在看起来，大使您觉得4月份这个美中的川习会两国元首会议似乎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意外但是在4月以前，双方要先刚刚也提到了铺谈，那解决了哪些问题呢？对，其实现在农业采购对美国来讲，因为大陆事实上是承诺3年买美国的大豆这个量都是2200万吨嘛，相当大的分量那当然，美国还有很多可以卖的东西尤其农业州的东西，还有很多就是农牧畜产品农牧产品，这些部分我觉得就川普来看，还是看到中国大陆的潜力了。因为世界上没有那么大的需求，对，中国大陆是15亿的消费者，而且这个购买力很惊人，而且越来越富裕那这些部分的话，我觉得川普都会深挖的，因为他要选举，尤其他的选票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个中部，美国中部的这些 Midwest 的这种中西部的这一些农业州，所以我认为他会在这方面还会跟中国大陆提出很大的要求。另外一方稀土部分，他虽然没有什么抱怨可是我觉得他还是在这一方面，他还是希望有更多的怎么样确保啦。那其他他比较在乎的，可能就跟贝森特比较在乎，就是说，美债，中国大陆一直在放松，这个说基本上不止中国大陆，全世界大家都在怎么样
也不能说抛弃美债啊，不过你看这个黄金的价格往上涨，你就知道这是一个普遍的趋势，大家对美元的这个信心啊正在下降。那这个时候中国大陆还有大概7000多亿的美债啊，我觉得这个也是美国关切的重点。那其他的话就变成可能就是说，这个对于这个美国现在川普寄望很深的委内瑞拉怎么样啊？让委内瑞拉继续就范，对不对啊？俄乌战争的话，照川普的方向发展，那么伊朗的问题呢，不要失控。我想这都是川普比较在乎啦。那从中国大陆来讲的话，第一个当然台湾问题啦。台湾问题第一个就变成就是说，对于台独的这个走向。他们大陆一定希望美国要协同来制止。第二个就变成就是说还有军售的问题，这个部分对中国大陆来讲都认为算是很严重的挑战。那我觉得现在中国大陆来讲的话，还有比较重视的话，应该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复苏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中国大陆来讲，现在也是在台面上，在整个的 agenda 那个部分算是排在很前面的问题了。那其他当然就是中美贸易。那对于中美贸易来讲，我觉得话大的问题目前看起来不会继续恶化。那双方已经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怎么样一个框架，然后就在不断的盘点双方落实的情况。那前一阵有人说，就是说川普又说谁要跟这个委内瑞拉买石油，我就给你25%；谁要去跟这个伊朗那个我要给你多少%的这个问题啊。看起来好像都没有最后形成实际的动作。可是这个部分，我觉得中国大陆应该是还是会跟美国再做一些原则性的要求，希望尤其在各方面的这个贸易的互相的彼此的这个对待上面啊，不要有开倒车。那中国大陆啊，应该还会有一些零星的案件，尤其在美国就有关对中国大陆的各种科技的这种竞争抵制上面啊。还是不是有一些新的这种项目出来？我想大陆也会在这方面来提。不过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美国是以经济为重，中国大陆还是以这个两岸关系跟相关的政治问题为重。所以呢，应该会有很多交换的空间，各有各自的这个 priority 优先处理事项哈。那当然，这个美中之间开年到现在快1个月了，看起来似乎有缓和的迹象。就像最近这个美中之间长达6年的 TikTok 互相交手也有了最终结果，因为 TikTok 的中国大陆母公司字节跳动最近就签下了协议，未来旗下美国的业务呢将会由美国的新团队来主导。川普22号特别发了文，感谢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批准了这样的案子。那 TikTok 在新闻稿中也表示说呢，这家叫做 TikTok USDS Joint Venture LLC 的新公司将会确保 TikTok 的应用程式继续在美国提供服务。而这家合资公司呢，是由一个7人董事会来管理，这成员包括了 TikTok 的美国执行长就原来的执行长周受资。还有呢，就是甲骨文公司的执行长办公室执行副总叫做格鲁克。另外像是几家投资公司、私募股权公司像是这个 Silver Lake 的代表，还有阿联酋投资公司 MGX 都是。那 TikTok 呢，母公司字节跳动呢，将会保留业务当中19.9%，就将近1/5的股份。好，这个 TikTok USDS Joint Venture LLC 的美国合资公司到底在成立之后，因为它未来会主导TikTok 在美国的营运乃至全球的营运那这个部分的看点是什么呢？事实上这个蛮有趣的事实上它本身来说是一个 TikTok 是一个中国消费市场的一个创新，就最终被美国扣了一个国安的帽子，对，被强迫分润但是这个结果来说 ，Oracle 跟 ByteDance 都是赢家。Oracle 有这个 OpenAI、TikTok 还有 Paramount 这些 partnership。所以是好的，在 ByteDance 等于说你套现了。那另外，即使在 TikTok 经营团队加上一致行动人，还是有过半的一个 control， 而且得到的是一个美国的估值那这个 TikTok 当然还会有 ByteDance 的一个授权，而这个在美国在调，它本身就是一个数学，演算法就是一个数学，调一些习惯，事实上可能会更接地气的一个产品。那这个最终来说是非常有趣的，就是说中国太卷了。每一个省都有状元，彼此都在对打。他们只是用一个城乡差距的生活模式，
结果在中国把一个成功的模式复制出海到美国，就大发利市。对。所以这次这个 TikTok 终于完成了整个交易。当然，这个背后除了有先前所讨论的国安考量，还有包括商业考量，这种种。所以 NBC News 呢也指出 ，TikTok 在新闻稿当中表示呢，新的美国公司要基于美国用户数据，会重新的来训练、测试跟更新内容推荐演算法。这个演算法呢，未来也将会储存在甲骨文的美国云环境当中，是存在美国的 Cloud、美国的云。那为的就是要确保这个资讯的安全。好，从这个案例来看呢，当然它是一笔商业交易，也是一笔攸关国家安全，因为先前举起这个国家安全的大棒说这是跟国安有关。如果美中连国安都能够谈成一笔买卖的话呢，还有什么不能够被交易的？这是外界现在在这一个交易案之后普遍的一个看法。那所以呢，最终各取所需，它是有凸显的意义跟提醒是什么呢？庄老师，就是荣哥说的好话，国安问题如同大是大非的这个问题一样，是没有任何交易空间的。就要比领土一样，不可能让渡的哈。但是从这个 TikTok 的事情来看，记不记得在拜登总统任内当时要求字节跳动把所有 TikTok 股份卖给美商，否则呢要禁止它这个等于是禁止使用。对，那这就被人家质疑说，是不是因为只是用国家安全作为幌子，目的还是为了商业交易？不过后来真的被封禁了，如同我们台湾政府封禁小红书一样，一直到川普上台之后，才用行政命令才把它解除。所以这让我们感到耐人寻味，真的是国家安全议题吗？还是只是一个商业操作的手法？那从事后诸葛来看，好像比较多数人认为，真的是只是一个商业交易。那为了商业交易，国家安全是可以商量的。特别是荣哥刚提到嘛，大家最关键的演算法，过往我们认为能够动摇国安的，无非是核子武器、航空母舰、核子潜舰、长程导弹这一些，后来慢慢变成会影响国安的，包含什么？认知作案、资讯作战，现在慢慢变成所谓的Algerian 这种演算法变成用它来控制整个国家安全。那么我们会认为就是说，刚刚讲的，不管是认知作战还是传统的那些军事武器，都比较容易察觉，比较容易体会。可是呢，演算法就在我们不知不觉上网行动中呢，把资讯送到你面前，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留心的哈。那曾几何时，它也成为一个决定国家这个安危还有世界局势的一个武器。那特别要澄清就是说 ，TikTok 跟抖音完全是两回事哈。那很多国内的名嘴跟这个立委在讨论的时候，把它搞混，都把它混为一谈。对，那特别说明，一样是字节跳动推出的软体。